你以为英伟达的6万亿市值是 AI 时代的终点？错了，它只是这场算力战争里第一个被推上神坛的祭品。5月14日，纳斯达克将迎来今年最受瞩目的 IPO。一家叫 Cerebras 的公司带着一颗比英伟达 B200大57倍的芯片，喊出了21倍速度、1/3成本、1/3功耗的口号，直接把刀架在了黄仁勋的脖子上。这期内容看完，你会搞清楚3个没有人会跟你说实话的问题。第一， Cerebras 到底是真的技术颠覆者，还是华尔街包装出来的下一个万亿泡沫？第二，为什么 OpenAI 愿意砸100亿美元跟他签长期协议，亚马逊直接掏5亿美金入股？第三，作为普通人，你到底能不能买这只股票？以及在这场 AI 算力大战里，真正安全的赚钱姿势是什么？先别急着下结论，你现在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的想法。你觉得它能撼动英伟达的霸主地位，还是觉得这就是个割韭菜的骗局？等你看完整个视频，再回来看看自己的判断有没有变。我敢保证，90%的人现在的想法都是错的。很多人看到21倍速度这个数字，第一反应就是英伟达要完了。但你猜最讽刺的是什么？如果 Cerebras 真的像他宣传的那么厉害，他根本就不需要 IPO。真正能颠覆行业的技术，从来都是资本抢着送钱，轮不到散户来分蛋糕。这次 Cerebras 的 IPO 估值在266亿到270亿美元之间，超额认购超过20倍，看起来火爆得一塌糊涂，对吧？但你仔细想想，一个号称能打败6万亿巨头的公司，估值才不到300亿，这本身就说明机构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场战争的胜负早就已经写好了。不过在泼冷水之前，我们先得承认一件事， Cerebras 的创始团队确实不是什么骗子。 CEO 安德鲁·菲菲尔德曼是半导体行业的老兵。2012年，他把自己创办的 C-Micro 以3.34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 AMD。C-Micro 当年做的事情就是用低功耗处理器搭建高密度服务器，颠覆了传统的服务器架构。现在 Cerebras 的核心团队基本上就是当年 C-Micro 的原班人马。这帮人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一条技术捷径。这次他们干的事情同样疯狂，整个半导体行业发展了70年，所有人都遵循同一个逻辑，把一块300毫米的硅晶圆切割成几百个小芯片，然后封装测试。在组装到服务器里，从来没有人想过能不能不切割，直接用一整块晶圆做一颗芯片，因为良率问题。一块300毫米的晶圆上总会有几个坏点，只要有一个坏点，整个芯片就废了。所以芯片做得越大，良率越低，成本越高。这是半导体行业的基本常识。但 Cerebras 说，常识就是用来被打破的。他们设计了一种冗余核心架构，在 WSE-3 芯片上，他们放了90万个 AI 核心，其中有一部分是备用的。如果某个地方出现坏点，就自动屏蔽掉坏的核心，用备用的顶上。这样一来，就算晶圆上有几百个坏点，整个芯片依然可以正常工作。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能做出来的，全世界只有 Cerebras 一家。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个所有财经博主都不会跟你讲清楚的概念：内存墙。这是整个 AI 行业最大的痛点，也是 Cerebras 真正的底牌。你可以把现在的 AI 芯片想象成一个外卖平台。英伟达的 B200 是一个非常能跑的外卖小哥，一次能送很多单。但问题是，所有的外卖都要从一个很远的中央仓库取货，路上还要等红绿灯堵车，计算单元的速度比内存的速度快了几百倍。就像外卖小哥1分钟就能跑完1公里，但取货却要等10分钟。大部分时间，计算单元都在闲着等数据。这就是内存墙，计算速度再快，数据传不过来，也只能干等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伟达搞出了 HBM 高带宽内存，把内存芯片堆在 GPU 旁边。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数据还是要从内存传到计算单元，中间还是有延迟。而 Cerebras 干了一件所有人都不敢干的事儿，他直接把整个外卖平台所有的仓库、所有的骑手都建在了同一个大楼里。WSE-3 芯片的面积是46225平方毫米，相当于57颗英伟达 B200 拼在一起。他把4万亿个晶体管、90万个 AI 核心，还有40GB 的内存，全部集成在了同一块晶圆上。数据不需要在芯片之间传来传去，直接在内部就能完成计算。它的内存带宽达到了恐怖的27 PB 每秒。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比英伟达 B200 高了3375倍。
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做到21倍速度、1/3成本和功耗的根本原因。它不是在同一个赛道上跟英伟达赛跑，它直接换了一条赛道。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心动了？是不是已经准备去开户打新了？别急，我刚才说的都是 Cerebras 想让你看到的东西，接下来我要讲的才是他不想让你知道的真相。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 Cerebras 的芯片真的这么厉害，为什么 OpenAI 还要继续买英伟达的芯片？为什么全世界90%以上的 AI 算力依然跑在英伟达的 GPU 上？答案很简单，技术领先不等于商业成功。很多人只看到了21倍速度的噱头，却没看懂这个数字背后真正的陷阱。首先，这个21倍的速度是在非常特定的任务上测出来的，它只适合那种需要处理海量数据、计算密度极高的超大模型训练。一旦涉及到推理或者中小模型，它的效率反而会比英伟达低很多。就像你造了一辆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但它只能在一条专门修建的铁轨上跑，你不能开它去上班，不能开它去买菜，甚至不能开它去另一个城市。Cerebras 的芯片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用设备，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通用芯片。而英伟达的 GPU 是一个什么都能跑的通用平台，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从来都不是芯片性能，是 CUDA。你可以把 CUDA 理解成苹果的 iOS 系统，全世界有几百万开发者在 CUDA 上写代码，所有的大模型都是基于 CUDA 优化的。过去20年，英伟达投入了几百亿美元，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你就算造出了比 iPhone 快10倍的手机，如果上面没有微信，没有抖音，没有任何 App， 也没人会用。同样的道理，你就算造出了比英伟达快100倍的芯片，如果没有开发者愿意为你写代码，没有大模型愿意适配你的平台，它就是一块没用的硅片。Cerebras 当然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做了一个软件层，可以把 CUDA 代码自动转换成他自己的指令集。但这个转换过程会损失30%到50%的性能，而且很多复杂的算子根本就转换不了。这就像你把一个 iOS 应用强行移植到安卓上，不仅卡顿闪退，功能还不全，谁会愿意用呢？现在我要给你泼第二盆，也是最冷的一盆冷水。很多媒体都在吹 Cerebras 是唯一盈利的 AI 芯片初创公司，去年净利润2.38亿美元，听起来很厉害，对吧？在所有 AI 公司都在烧钱亏损的时候，它居然已经盈利了。但你去翻它的招股书，就会发现这2.38亿里有2.2亿是来自认股权证的公允价值变动。翻译成人话就是，这根本不是赚来的钱，而是账面上的数字游戏。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只有1.07亿美元，净亏损其实是1.16亿美元。而且它的收入高度集中，前5大客户贡献了95%以上的收入，最大的客户就是美国能源部，占了总收入的1半以上。一旦政府订单减少，它的业绩就会立刻崩盘。这就是为什么它急着 IPO， 因为它已经烧了10几亿美元，再融不到钱，就真的撑不下去了。那你可能会问了，既然 Cerebras 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 OpenAI 和亚马逊还要跟它合作？问得好，这才是整个事件最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人说 OpenAI 跟 Cerebras 合作是因为它更快更便宜，这只是一半的真相。另一半真相是 OpenAI 已经被英伟达绑架了。去年 OpenAI 在英伟达芯片上花了超过70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每个月10亿的速度烧钱。今年这个数字会突破150亿。任何一家公司，当你70%以上的成本都花在一家供应商身上的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一个备胎。不管这个备胎好不好用，你必须得有，否则英伟达随时可以掐断你的脖子。亚马逊的逻辑也是一样的。AWS 是全球最大的云服务商，它每年要从英伟达买几百亿美元的芯片，它当然不希望英伟达一家独大，所以它投资 Cerebras， 投资 AMD， 投资所有能挑战英伟达的公司，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能打败英伟达，而是为了跟英伟达砍价。说白了 ，OpenAI 和亚马逊不是在压住 Cerebras 会赢，他们是在压住英伟达不会赢的太轻松。这就是商业世界的真相。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Cerebras 不是下一个英伟达，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成为下一个英伟达。它的真实定位是英伟达的议价工具，它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让英伟达不敢随便涨价，让 OpenAI、亚马逊这些大客户在跟英伟达谈判的时候手里能多一张牌。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Cerebras 就完全没有投资价值了？
也不是。我一直说投资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它是一个概率游戏。Cerebras 确实有它的优势，它在超大模型训练这个细分赛道上确实是世界第一，而且随着模型越来越大，参数越来越多，对算力的需求会越来越高。Cerebras 的技术路线未来会有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但它的风险也同样巨大。它要面对的是英伟达、AMD、谷歌、英特尔、华为、寒武纪，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半导体巨头。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在技术上稍微突破一点，都可能把它拍死在沙滩上。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投资 Cerebras 的正确姿势绝对不是在 IPO 当天追高，那样你大概率会成为接盘侠。我给你准备了3套不同风险等级的投资方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如果你是保守型投资者，不要碰 Cerebras 的新股，你应该布局 AI 算力的上游供应链。不管最后谁赢了 AI 芯片的战争，卖铲子的人永远是稳赚不赔的。比如台积电，全世界所有的先进芯片都是它造的， Cerebras 的 WSE-3 芯片也是台积电代工的，还有阿斯麦，唯一能生产 EUV 光刻机的公司，以及博通、美光这些做内存和接口芯片的公司，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定性非常高，风险也小很多。如果你是平衡型投资者，可以配置一部分英伟达和 AMD 的股票，再加上一些优质的国产芯片公司，这样不管哪家胜出，你都能分到一杯羹。英伟达依然是这个行业的绝对领导者，它的生态壁垒在未来5年内都不可能被打破。AMD 的 M00 系列已经抢了不少市场份额，增长速度非常快，而国产芯片公司在本土市场有巨大的政策和市场优势。如果你是进取型投资者，真的想赌 Cerebras 的高收益，我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不要在 IPO 当天买，等它上市后3到6个月，锁定期结束，机构开始抛售的时候，再看它的基本面有没有真正的改善。如果那时候它的主营业务收入还在快速增长，客户数量还在增加，而且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问题，你再考虑用不超过你总仓位5%的资金小仓位介入。记住，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钱都压在一个高风险的标的上。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 I 时代最大的陷阱就是总想着压住下一个英伟达。很多人看到英伟达涨了几百倍，就觉得自己也能找到下一个10倍股、100倍股，但他们忘了英伟达今天的地位是过去20年技术积累和生态建设的结果。在这20年里，有无数个曾经被称为英伟达杀手的公司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Cerebras 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但无论结果如何，它都不会是最后一个挑战英伟达的公司。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技术路线出现，更多的黑马跑出来。而作为普通人，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在这些黑马之间赌来赌去，而是看懂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在别人都被情绪冲昏头脑的时候保持冷静。市场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让你在错误的时间产生非常真诚的信念，他会用最诱人的数字、最动听的故事把你吸引到最危险的地方。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可能是被叙事带着走，那你点一下关注。后面我会继续拆这种最容易骗到普通人的市场逻辑。我不会给你讲什么暴富神话，我只会用数据和概率替你翻译那些本来不打算让你看懂的东西。最后提醒一下，本视频内容仅用于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建议。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框架都不同，请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决策。如果涉及金融、法律、税务等问题，请咨询相关专业人士。